我们生活在海外，让孩子听到更多的中文，是我们华人家长很头疼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我们在家庭内部和家庭以外，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孩子的中文输入量。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在美国开中文兴趣班的 Masuki， 在这里跟你聊一聊在海外培养孩子中文那些事。家庭内部资源就是所有能用中文跟孩子对话的人，这包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等等，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能用中文跟孩子讲，就别用其他语言。例如，能用中文读的绘本就用中文读，能用中文解释的问题就用中文解释。这听起来很简单哈，但是当孩子的中文跟不上，或者当家长更习惯用英语或者当地语言的时候，又或者家里的每一个成员对孩子习得中文这件事的态度不一样的时候，跟孩子坚持用中文其实是个巨大的挑战。那这一堆问题呢，我以后会用更多的视频来展开讲。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咯。被动的顺着生活的需求跟孩子讲中文，其实还远远不够，家长还要主动的去发现生活中可以跟孩子讲中文的每一个机会。上个周末，我参加了一个当地的华人学校举办的中文书展。我在挑书的过程中，看到一位华人妈妈和她的4岁儿子在看一本少儿物理书，他们埋头在看关于速度的那一页。这位妈妈很有耐心地用中文跟她的孩子解释，宝贝，你看，轮子转得越快，速度就越快。你记得上一个星期你去踩自行车，你的小脚蹬得越快，轮子就转得越快，那你的小自行车就跑得越快。这个快跟慢就是速度。在这吵吵闹闹的书展里面，这位妈妈能够停下来，很耐心，慢慢的用儿子听得懂的中文跟他解释什么是速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增加孩子中文输入的一个例子。在书展上看到有趣的一页，停下来讲一讲。待会儿开车的时候，在路上看到有趣的广告牌，又拿中文讲一讲。去超市买东西，在挑选不同口味的麦片的时候，又讲一讲。家长可以通过抓住不同空间、不同主题、不同语境的机会，从不同的维度增加孩子的中文输入量。好了，讲完家庭内部的资源，我们走出家门，看看外面的世界有什么资源可以提高孩子的中文输入量。在这里，我先分享一下我的做法。在我3个孩子都还没去上英文学校之前，我在城里会找一些会说中文的妈妈们，把孩子送到他们家。这些妈妈们呢，都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多照顾一下别人的孩子也不是很碍事，而且自己的孩子又多了一个玩伴，自己在家还多了一份收入，这个设定对双方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我对这些妈妈们只有2个要求：第一，保证孩子的安全；第二，保证跟孩子只讲中文。产生这个想法的原因，除了想要增加孩子的中文输入量以外，我还想要我的孩子听到不同的人讲中文，他们有机会发现原来除了妈妈以外，还有别人会讲中文，而且这些人讲的中文跟妈妈的有不一样，他们有不一样的词汇，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他们还有不一样的口音。这个设定稍微还原了语言本该有的样子，除了家人会讲中文，别人在外面也会讲中文。那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的话，你也可以在城里面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家庭，轮流看一下孩子，这样父母们可以轮流休息一下，孩子也多了一个可以沉浸在中文语境的机会。除了找帮手，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给孩子报中文兴趣班。如果孩子的中文基础不是很好，你可以找一找以教中文为主的中文班。如果孩子的中文基础很好，那你也可以找一找用中文来教的兴趣班。在我所在的城市里，有很多用中文来教的画画班，用中文来教的舞蹈班，用中文来教的奥数班。如果上网课你和你的孩子都不排斥的话，在中国也有很多教育机构，也有在海外推出很多用中文来教的兴趣班，这些都是增加孩子中文输入量很好的方法。
最后，我提出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做法，就是给孩子看中文视频。我个人是不反对给孩子看我挑选过的中文视频，在孩子听得懂、节目质量足够优质的情况下，孩子是可以获得很好的中文输入。有一天，我儿子跑过来跟我说：“妈妈，你别躺在这里刷手机啦。”我有职业敏感，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没有跟孩子说过刷手机这个词，我就很好奇地问他，我说你从哪里学到刷手机这个词？他说电视里的小智说的，他说刷手机对眼睛不好。如果你接受孩子看中文视频，它不失为一个方便又廉价的选择，前提是孩子要听得懂，节目内容要足够优质。在这里顺便推荐一下 Misugi 的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 Cool Panda Chinese Learning， 上面有很多 Misugi 教中文的视频，要不你去看看，万一你的孩子喜欢呢？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有其他更好的增加孩子中文输入量的方法，欢迎在留言区分享。喜欢这期视频请点赞订阅，我们下一期再见。